平时最爱吃的面包，竟然可能藏着致癌的危机。爱吃面包，恐罹癌。试想，您每天早餐是不是也常来条面包配咖啡？如果突然有人告诉您，经常吃面包可能会致癌，您会不会当场愣住？面包还咬得下去吗？这究竟是听说还是真有其事？面包里头到底含有什么可怕的物质？居然被医师提醒说可能致癌。更夸张的是，还有医师指出，有一种常见零食的致癌物含量居然爆表，比薯条还恐怖。你没听错，比我们平常就知道不健康的炸薯条还可怕。还有一位名医直接大声说，现烤面包不等于健康。大家都想错了，原来大家以为现烤面包很健康，但事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他甚至点名一类现烤面包恐怕更毒，而且我们几乎防不胜防。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探讨面包与健康的真相，把以上这些疑问一次解开。首先，我们要揭开的第一个秘密是，面包为什么会被联系到致癌？元凶其实是一种叫做丙烯酰胺的化学物质。丙烯酰胺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当食物经过高温烘烤、油炸或烧烤时，就会产生一连串的化学变化，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让食物变得香喷喷、金黄色的梅纳反应。梅纳反应带来诱人的风味和焦香，但同时也会生成丙烯酰胺这种潜在有害物质。世界卫生组织 WHO 已经把丙烯酰胺列为2胺培级致癌物。这个2胺培级意味着什么？表示科学实验已证实它对动物有致癌性，在人类身上也被怀疑有致癌可能，但证据还不充分。换句话说，丙烯酰胺并不是像一级致癌物那样板上钉钉会让人得癌症，但科学家高度怀疑它对人体可能有坏影响，所以列为可能致癌。这可跟网络上一些传言说什么酵母没死透致癌完全不是一回事哦。其实面包烤到200度高温时，酵母早就失去活性，不会对人体造成危害。我们真正要关注的就是这个在高温反应中诞生的丙烯酰胺。知道了丙烯酰胺的来头，我们再看看它在饮食中是如何出现，以及对健康的影响程度。专家指出，丙烯酰胺通常在食物加热超过约120度时就会开始产生，因此别以为只有烤肉、烧焦的东西才有它。从烤面包、烤吐司、饼干到煎炸的薯条、洋芋片，其实都多少含有丙烯酰胺。我们平常可能没有注意到，但早餐常吃的面包也属于高温烘烤制成，免不了沾上一点丙烯酰胺。而这就是为何有医师提出警告，爱吃面包的人如果长期大量摄取，可能增加健康风险。不过，强调这一点并不是要大家闻面包色变，我们需要了解多少量的丙烯酰胺才可能对人体造成明显影响。急诊科医师张世恒引用研究指出，一般来说，要产生致癌风险，必须是长时间且大量的摄入这种物质。以量来说，他参考了2023年土耳其的一项研究，发现一些乳癌、子宫内膜癌、卵巢癌患者每日平均暴露的丙烯酰胺量大约在20到40微克之间。因此，张医师推测，每日摄取超过20微克左右的丙烯酰胺，可能就是让癌症风险明显上升的一道分界线。至于长时间的定义，目前研究没有确切答案，但张医师建议抓个大概，以10年为标准。如果一个人连续10年每天都吃很多含丙烯酰胺的食物，那他的罹癌风险恐怕会提高。所以我们平常就应尽量减少这种物质吃进肚子里，特别是不要长年累月过量摄取。20微克是一个非常微小的量，约等于 0.02 毫克，但千万别以为很难达到。比方说，一份中等大小的炸薯条或一包洋芋片，里头的丙烯酰胺可能就远远超过这个数字。所以只要长期大量吃油炸烘烤食品，要累积到20微克，真的一点也不难。听到这里，或许你会开始好奇，到底哪些食物含有多少丙烯酰胺呢？让我们来看看一些常见食品的丙烯酰胺含量比较，这可是相当震撼的数据。根据文献调查，平常吃的几类食物平均每公斤所含的丙烯酰胺大约如下：面包每公斤大约含20到80微克，咖啡粉每公斤约400到600微克，饼干每公斤约300微克，薯条每公斤至少1000微克以上，洋芋片
每公斤高达约3000微克。看完这个列表，是不是大吃一惊？原来我们日常爱吃的零食中，有些含的丙烯酰胺远远超过其他。特别注意，最后2项洋芋片的丙烯酰胺含量竟然比炸薯条还要高出将近3倍。也就是说，一包酥脆可口的洋芋片，其致癌物潜在含量爆表，比我们平常已经觉得不健康的薯条更恐怖。难怪医师会特别提醒，一款常见零食比薯条还可怕，指的正是这种洋芋片。相比之下，面包的丙烯酰胺含量虽然也有，但明显处于这个列表的最低一档。这表示我们日常很多食物都难免含有一点丙烯酰胺，连每天一杯提神的咖啡也在其中。不过，面包通常不像烧烤食物那样经常被提到，因为面包相对而言丙烯酰胺含量低得多。不过，含量低并不等于完全没有。面包既然是烘烤出炉，还是难免染上一点丙烯酰胺，所以爱吃面包的我们还是要了解怎样吃更安全。张世恒医师解释了一个简单原则，面包烤得越久，温度越高，表面越焦香，它所含的丙烯酰胺就越多。换句话说，越是烤得焦黄酥脆的面包，就越要小心。大家想想，是不是平常越觉得好吃的部分，往往就是那层香香脆脆的焦皮？但可惜，这恰恰是丙烯酰胺的重灾区。举个例子，如果你很喜欢吃烤得焦褐色的吐司边、面包皮，甚至把饼干烤到深棕色，那么你摄入的丙烯酰胺就比吃没烤焦的要高出许多。尤其那些习惯把面包烤得很酥脆再吃的人，要特别注意控制烘烤的程度，千万别为了口感把面包烤得焦黑。此前网络上还有说法称，烤吐司多吃一片致癌物就超标。虽然这有点言过其实，但强调的正是这个道理，烤面包一定要避免焦黑状态。其实别说面包了，任何食物一旦烤焦发黑，都可能产生对身体不利的物质，还是应该避免。说到这里，许多面包爱好者可能开始紧张，难道从此不能享受香喷喷的烤面包了吗？其实也不用过度恐慌。正如前面看到的数据，面包的丙烯酰胺含量在所有烘烤油炸食物中算是偏低的，而且科学研究也给我们吃下一颗定心丸。张世恒医师引用了一篇2024年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研究，结果显示，经常吃黑麦面包或法国长棍面包的人，他们的癌症发生率和癌症死亡率并没有显著增加。换句话说，从现有的研究看，适量吃面包并没有明显提高癌症风险，所以大家不需要因为听到面包有致癌物就杯弓蛇影，以为吃一口面包就会得癌症。实际上，只要不是长期大量吃过焦的面包，正常吃是不用太担心的。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们虽然不用因为丙烯酰胺而跟面包绝交，但这并不表示面包就是完全没有健康隐忧。面包的学问可大了，毕竟现代人对面包的依赖比想象更深。据统计，台湾烘焙面包市场每年规模高达数百亿元，已是名副其实的面包王国。爱吃不是错，但吃得多更要有智慧。现在面包的学问可大了，其中还有第二个秘密等着我们去发现。这个秘密不是关于致癌物，而是关于面包本身的营养与成分。刚才提到那项研究发现，常吃黑麦面包、法国面包的人没有增加癌症风险。我们可以仔细想一想，黑麦面包、法国长棍、德国酸种面包，这些欧式面包有一个共通点，就是材料很单纯。一般来说，它们主要就是面粉、水、酵母、少许盐，顶多再加一些像黑麦谷物、坚果等天然配料，没有过多花俏的添加。而相较之下，在我们台湾或亚洲街头常见的所谓台式面包可就复杂多了。菠萝面包、肉松面包，上面还挤美乃滋；香葱火腿面包、巧克力可颂、奶酥面包、蜂蜜吐司等等，这些热门的面包品项，配方里往往加了大量的奶油或酥油、糖、蛋，还有各种内馅、沙拉、美乃滋以及香料。有些面包表面刷满糖浆奶油，比如甜甜的菠萝皮；有些里面夹着厚厚的卡士达酱、奶油馅，或者铺满培根起司。虽然叫做面包，但其实更像迷你蛋糕或者甜派。你觉得是在吃主食，其实不知不觉吃下了惊人的热量和油脂。
糖分。这类精致面包对健康有什么影响呢？首先是热量与肥胖。营养师们早就发现，台式面包非常容易让人发胖。营养师李婉萍就分享过她自己的经历。当年怀孕的时候，她一度每天都要来一个肉松面包解馋，结果短短1星期体重暴增3公斤。听清楚了吗？1星期胖3公斤，元凶就是每天一个肉松面包。由此可见，这些让人口水直流的甜咸面包，真的热量和脂肪、糖分都很惊人。很多人早餐吃一个面包可能还嫌不够饱，干脆一口气吃2-3个，热量当然爆表。吃太多不仅发胖速度一流，还会大大增加代谢症候群的风险。代谢症候群是什么？就是肥胖可能引发的一连串问题，例如血压升高、血糖升高，可能导致第2型糖尿病、血脂异常等等。这些问题会进一步伤害心血管健康，增加心脏病、中风的几率。同时，肥胖和某些癌症的风险也有关联，像肥胖会提高大肠癌、乳癌等的风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经常吃高糖高脂的面包，间接也可能提高罹癌的几率。简而言之，面包吃太多，最直接的危机不是当场致癌，而是先让你变胖，再引来一系列健康麻烦。长远看，依然是不容忽视的隐患。现在，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开头提到的另一个重点。为什么有名医大声说都错了，强调现烤面包不等于健康？这背后其实涉及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陷阱，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消费者误区。我们很多人逛面包店，闻着刚出炉的面包香气，总觉得这些现烤面包新鲜又美味，而且因为每天现做现卖，理所当然觉得他们没有放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物，应该比超商架上的预包装面包来得健康安全，对吧？这种想法非常普遍，但医师却提醒，你以为的都错了。事实上，台湾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有明确规定，预先包装的食品必须详细标示所有成分，包含配料和食品添加物，好让消费者明白自己买到的东西里面有什么。然而，面包店里卖的现烤面包，由于通常不是预先密封包装，多半是摆在架上让客人自行挑选，结账时才装入纸袋或塑胶袋。这类现场贩售的食品，依规定不需要像预包装食品那样逐一详列所有成分。换言之，你在超商买一条袋装吐司，包装上会印出完整的配料表，你可以清楚知道它用了面粉、鸡蛋、牛奶、糖、盐，甚至是否添加了奶油、乳化剂、防腐剂等，一目了然。但在面包店买一个刚出炉的面包，拿到手多半只是一个简单的袋子，贴着品名和价钱，却没有任何成分标示，你根本不知道这个面包在制作时加了什么。因此，现烤面包未必比较健康或安全，反而因为资讯不透明，让消费者更难防范潜在的问题。最近网络上甚至有影片夸张警告，千万别吃超商面包，因为添加了某某乳化剂、麦芽糊精很伤身，吓得大家谈添加物色变。不过，专家跳出来说明，其实这些添加剂用量并不高，真正让血糖、血脂飙高的罪魁祸首，还是面包本身的大量精致淀粉、糖和油脂。超商面包之所以看起来添加物多，是因为它标示的清清楚楚，反而面包店卖的面包可能也用了类似配方，却没有透明标示，让我们吃得莫名其妙。那么，现烤面包里头到底可能藏着哪些我们不知道的毒呢？先不要被毒这个字吓到，我们这里指的毒并非面包真的下了毒药，而是形容那些对健康不利的添加或成分。在工业化时代，面包店为了让产品好吃、好看、耐放，确实可能使用不少添加物，而且因为无需标示，消费者往往一无所知。高钠陷阱面包基本上都会加盐巴调味，很多人没意识到面包其实是高钠食物之一。更有甚者，有些业者为了提高发酵速度，不使用酵母发酵，而改用小苏打粉及碳酸氢钠来让面团产生气体膨胀。这样做可以省略等待发酵的时间，快速出炉面包。但副作用就是面包含有的钠离子暴增，因为小苏打中的钠含量高，即便吃起来不觉得咸，小苏打带点咸中带苦的味道，但常常会被糖或其他调味掩盖，
其实你已经吃进去了大量钠离子。高钠饮食的危害大家都知道，长期会导致高血压、伤肾脏，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还可能和胃癌等疾病相关。所以如果面包用小苏打代替酵母，就无形中让面包变成了隐形高盐食品。然而我们消费者根本无从得知哪个面包用了多少盐或苏打。反式脂肪与劣质油脂为了让面包香软好吃，许多配方会添加奶油、起酥油或人造奶油。传统的欧式面包用的是少量奶油和橄榄油，但一些商业面包可能使用较便宜的氢化植物油，也就是人造奶油，其中含有反式脂肪。反式脂肪已知会提高体内的坏胆固醇，降低好胆固醇，长期摄取会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虽然近年来各国针对反式脂肪都有管制，但若面包店未主动标示，我们无法确定用的是天然奶油还是人造奶油。还有些面包为了追求特定口感，会在面团里加大量猪油、棕榈油等高饱和脂肪，长期大量食用这类油脂，对心血管和腰围都不友善。糖与糖浆刚刚提过，台式面包普遍偏甜，糖本身就是一种最容易让人上瘾的添加物。在没有标示的情况下，你可能低估了面包中的糖含量。许多面包在揉制时就加了不少粘糖、麦芽糖，有些出炉后还会刷一层糖水来增加光泽与甜味。糖吃太多会促进肥胖，让胰岛素飙升，也会增加蛀牙和慢性疾病的风险。各式食品添加剂面包背后可能藏着多达数种合法但你不知道的化学添加物。举例来说，为了让面包在室温下保存久一点，不容易发霉，工厂常会使用丙酸钙或丙酸钾当防霉剂。这些防腐剂少量使用对人体没有立即明显害处，但有些人对它们敏感，可能会引发肠胃不适。而现烤面包虽然不强调长期保存，但也可能添加一些改良剂，让面包在1天内都保持柔软。另外，许多面包诱人的香味其实来自香精，比如奶酥面包撕开时满鼻子的奶香味不一定全来自真奶油，很可能是额外加了奶油香精、香草精等。再比如葱花火腿面包那浓郁的咸香，可能也有添加调味粉、增味剂，甚至连面包的色泽有些也是人工调出的。绿茶红豆面包上的鲜绿色，如果不是纯抹茶粉而是色素，吃2-3个就可能让你摄入超量的人工色素。为充分发酵与其他工法问题，工厂大量生产面包，为求效率常用快速发酵法，甚至添加酵母营养剂、酵素制剂来加速发酵。面团如果没有充分发酵就匆忙进烤箱，做出来的面包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正常，但吃了之后比较容易让人胀气，因为面团中的酵母残留作用没完全结束，在你胃里继续产气。很多肠胃敏感的人吃了面包会觉得胃胀，就是这个原因。此外，刚出炉的面包如果立刻吃，由于内部还有尚未散尽的二氧化碳和水汽，也可能让一些人觉得肠胃不适。所以一般面包师傅都会建议面包出炉后先静置一阵，除了提升风味口感，也让多余气体散掉。然而偏偏有些人就爱买最热腾腾的面包，恨不得出炉立刻吃，反而可能让自己肚子不舒服。这虽不算添加物陷阱，但也是现烤面包的一个潜藏问题，太新鲜反而不一定好消化。由此可见，面包店现烤面包因为缺乏成分标示，其实暗藏玄机。你以为没有防腐剂就很健康吗？他们可能透过加重糖油来达到类似防腐的效果，结果你吃下更多热量。你以为刚出炉最美味，但里面的气体和酵母残留可能让你胀气，而那些香味扑鼻、口感柔软的背后，也许是一串你叫不出名字的食品添加剂在发功。我们不是说每一家面包店都很可怕，但消费者确实没有像买包装食品那样的保障去知道真相。曾经有网友做过实验，发现超商买的面包放在室温下3天都没有发霉，于是惊呼一定加了好多防腐剂。其实面包不发霉的原因很多，工厂生产时严格控管卫生，包装时充填氮气阻隔空气，或降低面包的水分等，都能延长保存而无需额外添加防腐剂。所以面包耐放不见得就是防腐剂在作祟。但另一方面，正如前面所说，高糖高油的面包本身也比较不容易发。
煤糖和油本来就是天然的防腐帮手，但它们对人体健康可不那么友善。在这里，我们特别点名散装贩售的现烤面包这一类，称它们是可能更毒、很难防的一类面包。所谓毒，再次强调，是指它潜藏的对健康不利之处可能更多，而很难防，则是因为我们缺乏资讯去避开。不像买超商面包，我们还能挑一款配料表干净简单的吐司，但在面包店，除非店家主动标榜无添加、低油低糖，否则我们很难知道哪款面包相对健康。有经验的营养师建议，去面包店购买时，不妨直接询问店员有没有添加什么成分，或者选择那些材料看得见、名字听起来单纯的面包，例如全麦天然酵母面包、法国长棍等，少选那种一看就堆满馅料、色彩缤纷的甜面包。还有就是别被现烤2字冲昏头，现烤并不代表现做，有的只是在店里烤一烤解冻面团而已。购买时保持一点警觉和节制，才不会被香味诱惑过头。说了这么多，我们并不是要妖魔化面包，也不是要大家以后完全不碰面包，我们只是揭开面包背后的几个真相，好让每个爱吃面包的人能够吃得更安心、更健康。顺带一提，合法使用的食品添加物只要控制在安全剂量内，一般不会在短期内对人体造成明显伤害。我们担心的是常年累积的效应，以及当各种加工食物重积在一起时加总下来的负担。那最后我们就来总结一下，也给出一些实用的小建议。1. 面包与致癌风险。面包确实含有被列为2安培级致癌物的丙烯酰胺，但含量相对低，偶尔吃问题不大。真正要小心的是别吃太多烤焦的面包。如果你习惯吃烤吐司，一定要避免烤到焦黑，看到面包边缘变黑，就把那焦黑部分果断剪掉丢掉，千万别觉得那是烤得很香而硬要吃下去，这样可以大幅降低丙烯酰胺的摄入。另一个比起面包本身，其实更应该少吃的是那些高丙烯酰胺的油炸零食，比如薯条、洋芋片。与其担心每天早上的面包，不如先管住自己，别老是下午茶、1包洋芋片、1杯手摇饮，这样更实际。2. 选择健康的面包种类，尽量选择材料简单、添加物少的面包，比如全麦面包、法国长棍、天然酵母发酵的欧式面包，它们通常没有加入太多糖和油，对身体负担较小。相反，那些松软香甜的菠萝面包、巧克力可颂、奶油卷等，最好当成偶尔享用的点心，而非天天的主食。如果真的很爱吃台式面包，也请控制频率和分量，别一吃就是好几个，愈吃愈上瘾。3. 当心隐藏的热量和盐糖，把面包当早餐没有问题，但要注意搭配。如果早餐只啃一个甜面包，再配一杯含糖奶茶或豆浆，那这一餐糖分就爆表了。不妨改搭配无糖豆浆或茶类，并且增加一点蛋白质或膳食纤维，例如多吃1颗水煮蛋、一些生菜，让营养更均衡。至于咸味的面包，里头的钠含量可能很高，那当天其他餐就尽量清淡少盐，给身体减负担。也建议多喝白开水，帮助代谢体内多余的钠。4. 现烤不等于无添加，别迷信现烤2个字。其实很多大型连锁面包店的面包是用中央工厂预先制作的冷冻面团，配送到门市再烘烤，未必就比工厂做得更新鲜。为了延长保存和呈现最佳口感，他们往往也会添加改良剂和酵素，只是不用公布出来。就算真的是店家手工现做，可能也用了香精、色素，只是我们看不出来而已。所以不要以为每天现场烤就绝对健康，遇到强调无添加的店家可以优先考虑，但也要保持判断。无防腐剂不代表无香精色素。5. 不需要恐慌，但要有知识。最后还是强调，面包本身并非什么十恶不赦的东西，适量享用面包带来的满足感，对生活而言是美好的。我们讨论这些，是希望大家心中有数，避免踩到健康地雷。如果还是担心饮食中的各种不安心，不妨多摄取富含抗氧化物质的蔬菜水果，它们有助于身体清除有害物质。还有主食种类可以多样化一些，不要顿顿都只吃面包，偶尔换成地瓜、燕麦粥、
糙米饭，也是对身体好的调剂。总之，饮食重点在于均衡，任何单一食物吃过量都不好，只要把握适度原则，面包完全可以作为均衡饮食的一部分。总结来说，爱吃面包不用等于会罹癌，前提是你要吃得聪明，吃得节制。面包中的确可能含有2级致癌物丙烯酰胺，但那主要存在于烤得焦黑的部分，平时注意别吃过焦就好。一些常见的零食，像洋芋片，比面包更需要警惕，它们的致癌物含量才叫一个爆表。至于现烤面包是否比较健康，很遗憾，那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名医已经提醒我们，现烤不代表纯天然、无添加，反而可能因为没有标示而让你吃下更多不好的东西。所以，请千万别抱着刚出炉所以无害的心态狂吃。面对香喷喷的面包诱惑，我们能做的就是选择比较单纯的类型，控制摄取的频率和量，同时搭配运动以及其他天然食材，平衡营养，减少风险。下一次，当你走进面包店，闻到扑鼻的面包香时，别忘了心中留一丝冷静。面包可以吃，但请聪明的吃，享受美味的同时，也照顾自己的健康。这样一来，我们既不会错过现烤面包带来的幸福滋味，也能远离致癌物和过多添加物的阴影。吃得开心，吃得安心，才是对自己负责的美食态度。